嗨，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之前呢，我跟大家分享过很多 La Prairie 真爱铂金以及蓝鱼子系列的产品。那在今天视频中呢，我想跟大家一起试用一支来自于 La Prairie 另外一个系列，叫做金银亮彩系列中的一个产品，就是这个金颜金银亮彩修护精华露。这支精华最大的卖点之一呢，就是它里面添加了贵金属金这个成分。那通过科学研究呢，人们发现金作为一个护肤的元素，它是一个抗氧化物，同时有抗炎杀菌的作用，可以改善痤疮以及留下的色素沉淀，提亮肤色。那作为一个抗氧化物呢，它也可以改善自由基造成的皱纹，有抗老的功效。而且呢，金元素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它很稳定，它也可以帮助皮肤更好的吸收护肤品中的成分。那现在其实市面上有很多的这个护肤品都有添加金这个元素，不管是贵的也好，便宜的也好。那今天的这一支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我们一起来拆开看看吧。它里面也是这种吸管式的一个设计，跟它的这个真爱铂金系列的精华的设计是一样的。它的液体大家看是那种里面有金色颗粒的这样的液体。这个产品的质地非常的稀，它涂起来的有一点略油的感觉，而且涂完之后呢，它会有那种微微的金色颗粒的残留，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感觉还挺滋润的，而且皮肤摸起来呢也非常的柔软。那关于它的功效呢，它是这样写的，有助于提亮肌肤，让肌肤焕发动人光彩，舒缓细纹跟皱纹，营造丝滑质感。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说明书上关于它的成分，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金元素之外，还有一些元素是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的。首先呢，它有两个比较厉害的胜肽，一个呢是乙酰八肽3，还有一个呢是乙酰4肽11。这两个胜肽呢都是有抗老的功效。像这个乙酰八肽3就是有很好的抗皱的能力，同时呢有很好的保湿能力。那这个4肽11呢，除了有很好的这个抗老抗皱的功效之外呢，还可以改善皮肤的弹性。它里面呢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成分叫做赖氨酸多肽，这个赖氨酸多肽呢也是用于对抗细纹非常好的一个成分，但是呢，它的缺点就是不稳定，不容易保存。那关于这个成分呢，刚才我又仔细再查了一下，就是因为这一瓶中添加的这个金的这个元素，而使得这个赖氨酸多肽能够更好的发挥它的作用。因为呢，在这个护肤品中的这个金元素其实都是以纳米形式、纳米的这个单位来存在的。纳米金呢跟这个赖氨酸多肽结合在一起，可以让这个成分更加的稳定。那同时呢，可以促进皮肤更好的吸收这个成分，所以呢，我想这也是这一瓶与众不同的地方。那除此之外呢，这一瓶中还有添加了一些比较轻微的酸，比如说像乳酸呀。那这些成分呢，可以让这个皮肤看起来更加的细致滑嫩，就是有那种非常轻的磨皮的效果，同时呢，也能够增强保湿感。那除此之外呢，这瓶中当然还有添加了这个 La Prairie 最核心的成分，就是活细胞技术。所以呢，这一瓶同时含有金元素、多种的胜肽以及 La Prairie 最核心的这个活细胞技术。那从成分角度来讲呢，这一瓶真的是既有这个抗老紧致的功效，而且可以提亮肤色，可以抗敏抗炎同时呢也有很好的这个保湿效果，真的是听起来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产品。但是它的实际的使用效果如何呢？所以从今天开始呢，我就会去使用这一支产品，早晚都会使用。那过一段时间呢，我会回来跟大家继续分享我的一个使用体验跟感受。今天为止呢，我使用这支精华已经有2个半月的时间了。那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它的一个使用体验跟感受。那首先呢，我们先来说说它的质地。这支精华呢，是我用过的所有的 La Prairie 精华之中质地最油的一个。它感觉其实更像是一个护肤油。它在刚上脸推开的时候呢，毛孔的确会有一些厚重感。所以如果你是油性皮肤的话，或者是那种比较年轻的、代谢比较旺盛、爱爆痘的皮肤的话，那我觉得你不会喜欢这一支的。
但它并不是那种很油的涂完之后不舒服的感觉，在彻底吸收之后呢，这个厚重感就会逐渐的消失。总体来说呢，它还是一个比较清爽的油的产品，比较适合偏干的肤质。用完它后续搭配面霜再去上妆的话呢，也不会有搓泥的现象。那这一瓶用下来呢，我觉得它最突出的几个表现，第一呢，就是这个产品使用完之后，我觉得整个的皮肤的质地会变得非常的细致、滑嫩、有弹性，就是我感觉它的这个软化角质层的功效非常的好。大家可能跟我有同样的感受，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皮肤表面的质地不再像20几岁时那样那么细致滑嫩的感觉，而是开始变得粗糙。但是使用完这个产品之后呢，我觉得很明显的我皮肤的表层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滑嫩，感觉又有那种年轻时的那种皮肤的状态了。所以呢，这个是我非常非常喜欢这支产品的一个点。同时呢，我觉得它有非常好的修护、促进皮肤再生的功效。就比如说像我其实并不是那种爱爆很多痘的人，但如果我爆痘，一定是那种非常大颗的、非常明显的，而且痘印消下去会非常慢的那种。但是呢，在我使用这个精华的期间呢，我就明显的觉得我这个痘印恢复的速度要比之前不用它的时候要快很多。这一点呢，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关于这个产品。还有呢，就是它抗老紧致的功效。坦白来讲，像我这样奔4的年龄，就是如果一个护肤品能够让你的皮肤保持一个这样的状态，那这个护肤品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抗老的产品了。那看我视频的朋友都知道，我一直在使用这个 La Prairie 的产品。那这支精华跟La Prairie 的蓝鱼子系列的精华以及它铂金系列的精华，哪一支更优秀呢？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如果单纯说提升的效果，那其实是蓝鱼子的那一支精华更好。那如果单纯的说紧致以及提亮肤色的效果，那其实是铂金的那一支更好。那如果是修复改善肤质的话呢，这一支会更棒。其实这一支呢，我觉得更适合那种就是第一，你有抗老的需求；第二呢，你又是一个比较敏感的皮肤，而且比较偏干的那种，那这一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产品去使用。而且这支精华呢，跟其他的这个 La Prairie 的精华比，它的香气非常非常的淡，更加适合这个皮肤敏感的人去使用。会不会回购？会的。如果你像我一样也是长期使用这个 La Prairie 的产品的话，比如说长期使用它的这个蓝鱼子系列，或者是它的真爱铂金系列，那我建议你其实这3支精华加上这一支可以这样来回交替的使用。因为比如说像我连续使用这个2支蓝鱼子的精华之后，我就会觉得好像效果没有刚开始使用那样好了，所以我就想换。那一般呢，我都是去跟这个铂金系列的精华这样来换着用。但是呢，现在我用过它之后，我觉得它也真是一个就是长期使用会效果很好的产品，所以呢，我会这3支精华这样来交替使用。但是呢，如果你是第一次去买 La Prairie 的产品，我不推荐你去买这一支，除非你是一个敏感肌。因为呢，你第一次买一个东西，你肯定是期待一个更明显的一个效果。所以呢，如果你是第一次买 La Prairie 的产品，我还是推荐你去买蓝鱼子的一支精华。还有一点呢，要提醒大家，就是它里面的这个金的颗粒呢会沉淀，所以在用之前呢，这样一定要摇匀再去把它挤出来。像我呢，我就没有摇，所以导致我在用到最后的时候，它里面都是这个金的颗粒，就感觉在使用黄金一样。但是前期的话，可能用的这个金的颗粒就会比较少了。好啦，这就是我对这个产品的使用体验跟感受。总来说呢，我觉得这是一支很不错的产品，非常适合长期的保养。如果你需要抗老，同时你又是一个敏感肌的话，非常推荐。好啦，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下次再见喽，拜。